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佛教早晚课诵集中，楞严咒常常被放在早课功课的第一个位置，出家师父们需日日念诵。不仅如此，楞严咒还有着万咒之王的称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楞严咒拥有着招财灭灾除淫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。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则被称为万咒之王的楞严咒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楞严咒在经文提及的功德以及大众通过实修的感受来看，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大侧重点：一、灭情灭欲。灭情不是指让你变得无情，而是能让你看透和体会无常的本质，进而不再受如爱别离苦等带来的不良情绪影响，而且还不影响你通过熏习佛咒而升起的慈悲心。所以许多人念楞严咒以后，慢慢发现自己不会那么多愁善感了。个别想要轻生的人在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以后，仅仅是随意念了几遍而已，就突然不想轻生了，并且觉得之前想轻生的想法实在可笑。但如果他没这种善缘，恐怕真的就轻生去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灭欲，有一些居士，他们的感受是只要多念楞严咒就会让自己欲望渐渐淡薄，比如女人都有一些习气，上街购物、唱歌、看电影等，他们只要多念以后就会对这些事情慢慢失去兴趣，慢慢的就让自己心安住在道上，渐渐喜欢上清净的感觉。所以楞严经云，不清净者速得清净。二、断淫断肉。上面讲到念楞严咒会让人清净，使欲望淡薄，当然这也包括淫欲，所以一些居士在多念楞严咒以后，淫欲也会慢慢变得淡薄。楞严咒就灭淫来讲，从修行的角度看是有很大的功德，因为断淫是好事。佛陀说，世界上的人类如果还有一种欲望是和淫欲同等的，那么这世界上的人绝对没法修行了。所以无论是经典还是祖师论述，都处处提及到淫欲的过患。淫为生死根本，地狱之根，淫欲也是一个修行人一辈子都要对治的根本烦恼。所以如果有一个咒语能使人淫欲变得淡薄，那么这对一个修行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至于断肉这一点，许多佛友在念了以后自发的不想吃肉了，这种案例在网上多不胜数。另外一些人在念了以后，发现闻到肉味出现恶心想吐的现象，就因为这样才觉得佛法不可思议，进而相信佛法。所以楞严经云，不持戒者能令持戒。三、坚固道心，能令精进。许多人只要多念楞严咒，慢慢便会淡薄世俗欲望，进而就会喜欢一个人清静的独处，甚至想与世隔绝来精进的修行。道心变得坚固起来，也慢慢改变了懒惰的习气，变得很精进。所以楞严经云，不精进者能令精进。四、散乱念诵，亦得金刚加持。虽然佛咒威力巨大，但无信则不入。因为任何咒语都必须具备信心才能发挥巨大威力，如大悲陀罗尼经云，唯除一事于咒生疑者，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，何况重罪，虽不及灭重罪，犹能远作菩提之因。有些初学者在初学那几年可能会狐疑少信，导致咒语力量大减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也得到了很多上面提到的功德利益，这也是因为此咒比较特殊了。如楞严经云，阿难当知，是咒常有84000那由他恒河沙具指金刚藏王菩萨种族，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，昼夜随侍。设有众生于散乱心，非三摩地，心意口持是金刚王，常随从彼诸善男子，何况决定菩提心者。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因素发彼神识，可见此咒之特殊，以及金刚护持之殊胜。如果你能做到对佛咒一点疑心都没有，在信心具足的情况下，加上摄心念诵，那么楞严咒的真正威力是超乎你想象的。今人不能发挥出威力，皆是因为信心与摄心的问题。古有庸人被人忽悠念佛，是念拿摩荔枝壳，但由于他没有丝毫怀疑的缘故，一把荔枝壳念出感应，
这是因为他不知荔枝壳非佛号，错把荔枝壳当佛号，而且又具足信心与诚心的念诵，一样能感得佛菩萨加持他。连如此念诵都能得到感应，更何况正宗佛咒呢？但是现在的人不了解信心的重要性，往往在普传的咒语之上还想要另找传承。他们不知，其实这些普传的咒语，佛尊早已传承给了一切众生了吗？思之。5. 念诵或诸佛加持之力。楞严经云：善男子，若读若诵，若书若写，若戴若藏，诸色供养，节节不生贫穷，下贱不可乐处，此诸众生，纵其自身不作福业，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于此人。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解，常与诸佛同生一处，无量功德，如恶差距，同处熏修，永无分散。6. 消业。受持读诵楞严咒，消除一切轻重罪业，犹如猛风吹沙。楞严经云：阿难，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，所有一切轻重业障，从前世来为其忏悔，若能读诵书写此咒，身上带持，若安住处庄宅院馆，如是积业由汤消雪，不久皆得悟无生人。7. 往生佛国。楞严经提到说，诵楞严咒的人命中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，不管诵持何咒，最终都应该发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，这才是我们最正确的归宿。所有诵咒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则必定可以如愿也。当然，持咒人命中不忘十念阿弥陀佛而仰仗佛力往生净土，如此则二力兼备，万无一失。以上就是万咒之王楞严咒的几大功德效应。再给大家说个佛友持诵楞严咒的真实感应故事，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对持诵楞严咒的信心。这位佛友很喜欢念楞严咒，有一天他在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，他的外甥跑过来跟他说：老舅，你在念这楞严咒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这么一幅景象，你坐在中间，你的一左一右站着2个大天王，个子非常的巨大，比你高得多，看起来非常有力量。你的外边站着4个人，这4个人我认的是4大天王。佛友非常吃惊，因为家里除了他没有人学佛，便问道：你怎么认的？小外甥说，因为这4个人手中分别拿着琵琶、宝剑还有伞等，我看卡通片《西游记》里有这4大天王，所以这4个人我认识。然后在这4大天王外面还有好多的各色各样天神，身上的穿着都不一样，有的上头还没穿衣服，长得都很怪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挺好，好像是来保护你的。在这些天神的外面还有一层，这一层是无量无边的，就像秋天稻田里的稻穗，漫天金黄色，个个穿着整齐，宛若士兵，手里都拿着棒子及武器。随着你不断念咒，越来越多，密度越来越大。除此之外，在你身后还站着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非常高大，身上缠着蛇，脸是蓝色的，还长了好多疙瘩，嘴里的牙也是往上翘的，背后还冒着火。这个菩萨太高大了，我看就像山一样的高，长得非常丑，非常的恐怖，但是好像这所有的天神及士兵都是他布置的，受他号令的。这个事情让佛友非常吃惊。在楞严经里，世尊宣说了楞严咒，并讲述了该咒种种的功德。据经文里记载，有梵天及地释天从座而起，誓言在未来世，若有人受持的话，我们就要保护他，做他的护法，令他去除障碍，一切所求如愿。可能就是他小外甥所看到在我左右这2位。在梵天与地释天后，又有4大天王起身誓言，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修行者，令他去除障碍，一切所求如愿。这就是我小外甥所看到的4大天王。紧接着4大天王后，又有数不尽的山河神之，也都纷纷站起誓言，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修行者。最后是有84000那由他具之恒河沙金刚藏王菩萨，记其无量无边的眷属，一起在世尊前誓言，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修行者。若是有人来捣乱的话，我们就用宝杵把他脑袋打得像微尘那样垂碎。84000那由他具之恒河沙是个譬喻的数，意思是无量无边。1那由他是1万亿
一巨之是100亿，再乘以恒河沙，这是无量无边的金刚藏王菩萨要来护持这个咒语。他的小外甥把这无量无边的金刚藏王菩萨描述成秋天稻田里的稻穗，无量无边闪耀的金黄光。这个事情给这位佛友很大的震撼。我们这六道凡夫贪嗔痴如此深重，没有任何功德，凭什么我们在念咒时，这么多金刚，这么多天神，这么多神知还要来保护我们呢？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来护持这楞严咒。楞严经上说，这楞严咒生出十方一切诸佛，十方诸佛因此咒得成无上正觉，十方诸佛因此咒得降伏一切诸魔外道，十方诸佛因此咒作宝莲花应微尘国，十方诸佛因此咒于微尘国转大法轮，十方诸佛因此咒能于十方摩顶受记等等难以言尽的功德。这楞严咒就是十方诸佛如来的心，有此咒的地方就是有佛，谁要念诵此咒，既能与佛相应，所以一切金刚护法就来保护他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听了这么多楞严咒的功效与作用，以及持诵楞严经的感应故事，想必大家明白楞严咒在佛法中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吧？愿十方三世永无邪淫，愿十方三世永无瑕疵，愿十方三世永无爱病，愿十方三世永无邪法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您也可以将愿意分享的故事发送至小编邮箱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